Hello，大家好，我是克劳斯。今天克劳斯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如何在澳洲考取相关的技能证书。克劳斯从去年开始考证，到今年24年的话，我已经考了很多证书了。澳洲这边的证书呢是分为两种，第一种呢，它是一个政府认可的一个 High Risk License， 主要针对就是你在澳洲从事高危险的职业的一种证书。还有另一种呢是 Ticket， 相当于是一种 Certificate， 给大家分享一下克劳斯自己考取的一些相关证书和 High Risk License 的经验和难易等级的分类。首先告诉大家克劳斯有哪些证书吧。第一个是酒牌的一个证书， Food Safety 的证书，还有是白卡口味证书， National Police Check 无犯罪记录证明， First Aid 急救的一个证书， Demonstrate First Tank Firefighting Equipment， Telehandler Ticket， Gas Testing Working and Height Enter and Work in the Confined Space。 然后就是一些 license， Car Food License， Auto 和 Manual 的 HR License， Automatic 开重卡的一个 license， Forklift License 叉车， EWP Over 11和 Below 11 meters， 超过10米的话它是一个 High Risk License， 11米以下的话它是一个 Ticket。 Dogging 他们这边叫 Dogger， 指挥吊车的一个 Dogger。 Rigging 就是 Dogger 的一个进阶版， Rigging Basic 我是一个初级的 Rigger 过后呢，我又去考了一个 Crane License， 我是考了最高的一个 Over 100 Ton Crane Operator License CO， 也就是一个重量的话是在100吨以上的吊重量。咱们就先从 Ticket 开始讲吧。酒牌的话是针对如果你是找工作是找餐饮业类的，直接去谷歌上面搜索酒牌 RSA Provide Responsible Service of Alcohol， 你搜索这个它上面会有课程，每个州有相应的酒牌，点击进去交费然后考就行了。它是一个 online 的，网上做题就能考到。我考这个牌的话我就用 ChatGPT 拿到这个牌。 Food Safety 的话也是针对于餐饮类的工作了，这个的话和酒牌是一样的，都是通过网站考取的，进去交费做题，做完题他给你发这个证书。 COVID Vaccination Certificate 的话也是一个证书，但是只针对疫情期间他们做餐饮业会需要这个 certificate， 你注射了1针疫苗、2针疫苗、3针疫苗的，他会给你这个 certificate。 接着是 Gas Testing Enter and Work in the Confined Space 和 Working and Heights， 这3个证书呢是如果你想要进入矿业的话是必备的，这3个证书需要你去现场考取，全英文教课， theory 的一些 question 都是在 PPT 上会有答案，你照着抄就可以了。 Working and Heights 让你穿那个 harness， 穿着 harness 爬高。Confined Space 的话会让你钻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去，让它给你递工具什么。Gas Testing 的话就是一个测 Confined Space 里面的一些气体，会给你一个机器，你去把管子伸到 Confined Space 里面，它会告诉你里面的气体的成分的组成，它有多少 percent 的 nitrogen， 有多少 percent 的 oxygen。 如果超过了一个标准的话它会警报。白卡是你去矿上或者 Civil Construction 它都是需要白卡，也很简单，有2种方式可以考取。第一种方式你是去一些 RTO 他们会有提供白卡，另一种方式是通过网站做一些题，回答一些问题。白卡的话会让你语音回答，会让你展示你如何戴头盔，还有 AirPlugs 和一个 Safety Goggle， 会让你录个视频。你拿到这个 Certificate 去你当地申请，比如说我当时是去的是 Service Tasmania 申请这个白卡，费用的话几十刀吧。需要申请的话应该是去 WorkSafe Department。 难易度等级的话，第2容易的就是白卡 Working High Enter and Working in the Confined Space Gas Testing， 这4个证的话难易等级都是在同一个 level。 最容易的是 Food Safety 酒牌，他们是一个等级的。First Aid 运用于就是你如果是做护理support workers 或者 nursing， 他们需要 First Aid 的 certificate， 但有些矿上的话他们也是需要，这个呢也是通过 RTO 专门培训的机构去考取的，它没有理论问题，只有实践，教你怎么心肺复苏和一些急救的一些常识。 First Aid 的有效期2年。 Telehandler Ticket 像叉车一样的一个机器，你要去开它，还有一个伸缩的 boom， 这个也是通过 RTO 去考取，它分为理论和实践。理论的话它是会给你答案的，实践的话它会让你用 Telehandler 插一些东西，它有很多 attachment， 怎么用 Telehandler 挂这些附件然后作业就模拟工作，给钱就能过了。 Demonstrate First Tank Firefighting Equipment 的话教你如何用消防器具怎样灭火，这个呢也是通过 RTO 考取的。这个证书呢是针对于如果你是给 welder 或者是 boil maker 做 trade assistant 的话，他们需要你考取这个证书。如果有险情的话，你要知道如何用这些消防器材来灭火，这个是1天的课程。这就是 Tickets
花费的话，白卡的话100刀能拿到 Food Safety 和酒牌的话大概50到80刀你能拿到 First Aid 的话是100块钱你能拿到。如果你是 Combination 的话，就比如说你是 Working High Conveyance Space Gas Testing 这3个一起做的话300块能搞定。如果在校的话，我当时考的话 Conveyance Space 是220多， Working High 200多，在塔州考的。 Gas Testing 的话我在校考的花了100多， Demonstrate Fire Tank 的话花了200多。第3梯队的话就是 Telehandler 的话费好像是300-400。接下来我和大家介绍的就是 High Risk License。 第一个就是 Car License， 如果你国内有驾照的话，可以在这边通过路考来换驾照。 Car License 分为 Auto 和 Manual 的话可以开 Auto， 但 Auto 你不能开 Manual 的卡。我是 Auto 和 Manual 都可以开。我是很早以前在维多利亚学的驾照，我当时花了1000出头吧。第二个驾照是 HR License Automatic， 我是花的比较曲折，花了3000左右，学了3个小时，学完马上考就考过了。 HR 的话就是你如果要去开公交车或者开一些工程车的话，他们需要这个，比如说 Dump Truck 矿上和公交的话，他们一般都需要 Auto 的。跑运输的话他们都是用的是 Manual 的。我的 HR License 是一个非常初级的。 Forklift License 的话就叉车，针对的是如果你想去仓库工作，他们运用的比较频繁，花费大概是500到600之间，不同的州的学校收费有不同的标准。2天考完。考试分为 Theory 和 Practical， 笔试和实践。笔试的话一共是60多道题，闭卷考试，错误率不超过5个。 Theory 的话还分为计算题，考完 Theory 的话紧接着就是考实践，如果你没有出什么错误的话一般都会过的。和我一起学的同学都没有挂。 EWP 针对的去做 Construction 或者说是做 Mining， 他们都会需要，就是一个升降的工作台，费用好像是500左右。周期的话就是2天，1天理论1天是实践。和考叉车差不太多，题目的话60多个题，也是一样的考试流程。个人觉得话 EWP 是比叉车容易。11米以上和11米以下的话考试流程都差不多。11米以下的话是1天的课程，11米以上的话是2天的课程。Ticket 的话他会给你答案，但如果是 License 的话你需要自己背。然后是 Dogging， 也是运用于 Construction 和 Mining， 在 Crane Operating 的时候起吊的任务，它需要一个地面的人给吊车司机指挥什么时候开起吊，什么时候放，起到一个指挥的作用。Dogger 的话算是比较容易的。培训的话我是5天，吊不同的器材，实践会比较多一点。Dogger 的话应该不挂人的。理论的话稍微难一点，它分为计算题和理论题，计算会比较难一点，理论能通过的话你的 Dogger License 都能过。Dogger 的费用是1000。Rigging 它和 Dogger 的话是类似的，同一类目。Rigging 的话它是比 Dogger 能操作的一些器械的话会多一点。Rigging 分为 Basic Intermediate 和 Advanced， 我是考的最基础的 Basic。一般就是去学的话都是些 Dogger， 他们已经在工地上或者说在矿上已经有了这个经验了，他们知道怎样使用相应的器材来实现起吊。对于我这种完全没经验的话我会很困难，不能立马反应过来该怎样做，因为我的体验的话就很想放弃。对我来说的话有挑战，理论的话有点难。如果你想考 Rigging 的话需要慎重一下，如果你去考 Rigging 的话，你把发给你的学习资料都认真看几遍，该背的背，费用的是1000。最后一个考的是一个 Crane License Crane Operator over 100 ton， 迄今为止考的最难的一个。如果你想要考 Crane Operator 的话，你需要自身英语能力很强。考试分为理论和实践，最难的是理论，120多道理论加上14道的算术。英语不太好的话我不建议你去报这个 Crane License， 因为它120多个题的话，它大部分的题它会分为几个小题，实际的话我估计有200道题，你的容错率的话也是只有5个。不光你要背一些理论，你还要理解一些基本的物理常识。实践的话不算难，因为有一个老师告诉你该按哪个键，左边一个 joystick， 右边一个 joystick， 左的话是路转左，右是转右，前是击包，后是击冰。右手的话是左边是 bomb down， 右边是 bomb up， 前面是 rope down， 会教你要怎么装自己的 counterweight， 这样 set up 你的 out triggers。 你要学会读他们的吊机的说明书，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吊车的一些说明书，很多的信息，你需要自己去理解去阅读，所以说比较难。我考试的话是这辆吊车130吨，还有很多个 table 你要去理解。开这个吊车其实不算难，最主要就是理论。我报的这个课程是2500，费用比较贵。柯老师今后也会继续的考一些其他的证书，比如说我会去考 Rigging Intermediate， 但是也是比较费钱的一些 license。几年过后如果再 renew 这些 license 的话都要花很多钱，我会先工作一段时间，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一点考其他的证书。如果你有关于在澳洲考证的一些疑问，在考某个证的时候遇到的困难需要帮
帮助的话，可以私信柯老师，柯老师可以传授一些我本人的考试的一些经验，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希望能帮助到你。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给柯老师一个双击。我是柯老师，一个在澳洲流浪的博主。这个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在这里，咱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再见。如果你想要看到柯老师更多有趣的视频，记得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您的支持是我前进的动力，谢谢您啦，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啦。